为什么现代特种部队喜欢把步枪越做越短，短到几乎和冲锋枪一样紧凑，甚至一只手就能轻松控制？可就是这样一把缩水的步枪，却依旧拥有冲锋枪无法企及的火力。今天我们就盘点历史上5款最具代表性的短管步枪，看看它是如何从60年前的越南丛林一步步发展至今的。故事的起点要回到上世纪60年代的越南丛林，美军刚列装的 M16 步枪，20英寸长枪管配 5.56 毫米弹，精度高，射程远，指面性能近乎完美。可一钻进密不透风的热带雨林，所有优点全成了累赘。藤蔓树枝勾挂枪管，狭窄地形转不开身，近距离遭遇战根本来不及组枪。最头疼的是特种侦察部队，他们常年执行渗透侦察任务，标准 M16 太长，冲锋枪威力又不够，中距离交火根本压不住场面。美国人的办法简单粗暴，既然枪管碍事，直接锯短。起初只是前线士兵私下魔改，后来需求越来越大，军方正式立项交给科尔特做标准化改进，枪管从20英寸直接砍到10英寸左右，搭配伸缩枪托和短护木， XM177 就此定型。枪是短了，麻烦也随之而来。步枪发射药本来就是为长枪管设计，但枪管一截短，火药没烧完就喷出枪口。巨大的枪口焰，夜间甚至能照亮半片丛林，很容易暴露位置。为了压住枪口焰，科尔特给它装上了标志性的 4.5英寸枪口缓和装置，靠内部多级空腔减缓燃气，同时降低膛压和后坐，总算把枪口焰控在了可用范围。可新的问题却接踵而来，枪管太短导致弹头初速暴跌，有效射程直接砍半，火药燃烧不充分，还让枪膛导气管积碳严重。说到底，它本就是一款应急妥协产物，为了尺寸牺牲了部分弹道性能和部件寿命。可就是这么一款凑出来的魔改枪，却敲开了短管步枪的时代大门。而枪管越短，燃烧越不充分的先天死结，也成了此后几十年始终绕不开的难题。美国人在越南丛林里锯枪管的同时，苏联也没闲着。70年代中期，苏军开始列装 AK-74 步枪，很快他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伞兵、装甲兵和飞行员携带全尺寸步枪极不方便，车内空间狭小，操作受限，而手枪火力又明显不足。于是苏联人拿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AKS-74U， 它的枪管有多短？只有区区 8.3 英寸，也就是210毫米左右，比 XM177 还要短一截。枪托折叠后，整枪长度不到50厘米，尺寸接近一把冲锋枪，足以塞进战车座舱或飞行员装备包。但问题比美国 XM177 更猛烈， 5.45 毫米步枪弹在如此短的枪管中燃烧不充分，初速大幅下降，有效射程被压缩到200米以内。更夸张的是枪口焰，未燃尽火药在枪口外二次燃烧，夜间会爆出刺眼火球，10几米外清晰可见。士兵甚至调侃开一枪能照亮半个战壕。很多人觉得它是冲锋枪，其实它是正经的短突击步枪，用的是和 AK-74 一模一样的 5.45 毫米步枪弹，威力、穿透力都比9毫米冲锋枪强出一大截。虽然射程近，精度一般，但对2线作战人员来说完全够用。后来阿富汗战争爆发，不光车组和伞兵在用，很多特种部队也喜欢上了它。山地巡逻、村落巷战，短小的枪身灵活无比，近距离交火火力凶猛。但无论是 XM177 还是 AKS-74U 都没有解决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枪管越短，性能损失越严重。进入21世纪，反恐战争全面打响，室内 CQB、城市巷战成了主流任务，对步枪紧凑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时候的短管步枪也不再是应急改装，而逐渐发展成标准化装备。其中最经典、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军的 MK18 CQB-2。CQB-2 的全称翻译成中文是近战机匣升级计划。说白了，它一开始甚至不是一整把枪，只是一套可以替换的上机匣组件。士兵手里的 M4 卡宾枪，只要换上这套 10.3 英寸枪管的上机匣，就能迅速变成一把短管步枪，不用换枪，也不用重新培训，大幅降低了后勤成本。
这种模块化思路在当时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和早年的 XM177 相比， MK18 已经成熟了很多，枪管工艺、膛线缠距和 5.56 毫米弹药都经过了专门优化，短枪管带来的性能损失大幅降低，300米内依然具备可靠的作战能力。真正让燃 K18 成为经典的是它极强的扩展能力，配合美军的 SOPI Mode 特种作战改进套件，全息瞄准镜、激光指示器、战术灯、前握把、消音器，几乎所有主流战术附件都能自由搭配。军迷给它起了个很形象的外号——战术圣诞树。海豹突击队执行 VBSS 登船临检任务的时候，手里拿的基本都是这款枪，但 10.3 英寸枪管终究还是太短，枪口焰、噪音、积碳等问题虽然有所改善，却始终无法彻底解决。直到德国人不信邪，想靠精密工艺挑战一下这条铁律，结果却栽了个大跟头。眼看短管卡宾枪越来越火，向来以精密著称的德国 HK 公司也坐不住了。在 HK416 成熟可靠的基础上，他们推出了一款极端紧凑版本 HK416C， 目标很简单，在保留 HK416 性能的前提下，将其进一步压缩到接近冲锋枪的尺寸。该枪沿用 HK416 的短行程活塞结构，理论上比气吹式的 Mac18 更干净、更可靠，怎么看都像是一把完美的特战神器。可真到了实际测试的时候，问题全暴露了。短行程活塞系统本来就需要足够的火药燃气来推动活塞，长枪管的时候燃气量充足，循环平稳顺滑。可枪管砍到9英寸之后，火药还没充分燃烧就流过了导气孔，有效燃气量大幅下降，推动活塞的力道直接不够用了。结果就是枪机循环变得时快时慢，轻则射速不稳，精度下降，重则直接卡壳，甚至出现附近不到位的故障。为了凑够燃气量， HK 不得不调大导气孔，可气量大了之后，枪机后座速度又变得过猛，撞击机匣的冲击力大幅增加，零件磨损严重，使用寿命严重缩水。本来主打精密可靠的德系步枪，在短管面前变得又暴躁又娇气。最终 HK416C 只小规模试用后便迅速淡出市场。难道枪管越短，故障越多的物理魔咒真的就无法打破了吗？就在所有人准备向物理定律低头时，一个破局者登场了。折腾了半个世纪，所有人都摸清了一个规律：传统步枪弹是为长枪管设计的，枪管越短，浪费的火药就越多，性能缩水就越严重。想要在5英寸级别的超短枪管上打出接近标准步枪的威力，几乎是天方夜谭。直到西格绍尔拿出了 MCX 响尾蛇，他没有继续在枪管工艺和导气结构上死磕，而是直接换了一套底层逻辑。既然枪管迁就弹药走不通，那就让弹药迁就枪管。响尾蛇的主用弹药是 300BLK， 这款弹药的设计思路非常巧妙，弹壳底子和 5.56 毫米弹一模一样，只是把弹壳瓶口扩大，装上了一枚更重的 7.62 毫米弹头。最关键的是，它用的是速燃发射药，这种火药燃烧速度极快，弹头还没跑出多远，火药就已经烧完了，刚好适配超短枪管的使用场景。所以哪怕响尾蛇的枪管只有 5.5 英寸，它也能把火药充分燃烧干净，让枪口焰更小，噪音也更低，重弹头的停止作用和穿透力反而比同枪管长度的 5.56 毫米弹更强。装上消音器之后，效果更是惊艳，噪音比很多9毫米冲锋枪还小，威力却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前面4款短管步枪都是拿着长枪管弹药硬往短枪管里塞，而 300BLK 是专门为短枪管量身定做弹药，从根源上解决了燃烧不充分的问题，把之前所有人都绕不开的死结很轻松解开了。它不光尺寸做到了极致，还兼顾了威力、精度和消音性能，几乎就是为现代特种作战量身打造的武器。短短几年时间就成了全球各国特战单位的清楚。60年前，当第一批士兵锯短 M16 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种迫不得已的改装会成为未来半个世纪轻武器的发展方向。如今，世界各国仍在不断推出更短、更轻的新一代步枪。或许再过10年，今天的 MCX 响尾蛇也会像当年的 XM177 一样，成为下一代武器进化路上的一个脚印。
而新的故事也会继续上演。